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这会是杨紫最后一部古偶吗？纯白的裙子，苍白的脸，浅划一下点到即止的伤口，和我们上次赏析古偶战损妆总结的不完全套路倒是完全契合，很美很塑料。广场画风有点意外，向来爱看美女的路人这回不买账了，只关心一件事，又是古偶，杨紫明明可以演很好的剧啊。这话里有对杨紫的惋惜，还有对古偶仙侠剧的恨铁不成钢。近几年，模板化的打光墨皮滤镜、流水线的发型纱裙剧情，早已经把大家对这类题材的热情消磨得所剩无几。如果沉香如屑真有什么过人之处还好说，很可惜她没有。妆造平平无奇到可以丝滑融进任何一部仙侠剧，墨皮白净光滑的赛水煮蛋的脸上，没有一丝人类脸上该有的沟壑，生怕给人看到任何一个毛孔。剧情：少年游侠唐周和正义少女颜淡边打怪升级边记起了俩人前世还是战神和汉旦仙子时错过的情缘，最后他们解开误会，有情人终成眷属，一起守护了天下苍生。生生世世，狗血虐恋，拯救人间，不能说毫不相关，只能说和其他仙侠剧如出一辙，从开头就能一眼望到结尾。当然，古偶和仙侠并非一无是处，帅哥美女在异世界虐恋情深，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永远有市场。前有《仙剑奇侠传》席卷影视圈，后有《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再次带起风潮，这股风多大，都2025了，还有无数待播的古偶仙侠。但近2年，这类剧因为太套路，影响力大不如前。打响今年仙侠第一炮的 S 加极大制作镜双城，目前看是彻底哑火。不可否认，古偶仙侠辉煌过，但它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以前大家爱看演员上天，现在更想看他们重回人间。去年到现在有水花的电视剧，不管是革命历史题材的《觉醒年代》、年代剧《山海情人世间》，还是视角题材新鲜的对手开端，小而美的我在他乡挺好的爱很美味，他们都有种古偶仙侠剧不具备的质感。这种质感不在于滤镜多精美，而是在于从里到外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是演员素面朝天，皱纹明显，内核不拘泥于情爱，借家长里短以小见大，完美无瑕，如像鲛人一般的仙男仙女，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名爱不完，真的看麻了。沉香如屑想逆天改命难，于杨紫沉香如屑确实没有值得接的理由。刘震云在开拍吧说，他写新小说如果觉得很有把握，那这部小说一定不会写，因为大概率会是以往作品的重复。这个道理放演员身上同样成立，不然不会有那么多演员成天嚷着要演不一样的角色。也不是说一定要遍地开花，如果能把一类角色研究到极致，当然算你厉害，比如霸总专业户王耀庆。而古偶仙侠剧主角大都有着类似的单薄人设，重复性非常强，对于演员来说没办法提升演技，不具备挑战性。更何况杨紫在香蜜里已经把锦觅带到了天花板高度，颜淡能有多大可能玩出花泥？当初香蜜沉沉烬如霜爆火后，杨紫接的所有戏里，只有一部大概率播不出的清簪行式古装。再演沉香如屑，更像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浪费和消耗。这些东西观众看得明白，杨紫和她粉丝自然门儿清。所以一开始沉香如屑找来，杨紫本人婉拒，粉丝不约。女主角是转了景甜，又转白鹿，兜转一大圈，最后还是欢瑞自家人杨紫被3个公章按头，赶鸭子上架去奶新太子了。从头至尾，杨紫都保持着沉默，
之在杀青那天发了一条动态。1个月后，杨紫和欢瑞合约期满，不再续约，顿时粉丝们喜大普奔。粉丝不满欢瑞完全能理解，整整6年，欢瑞给杨紫的只有分手剧《沉香如屑》，还有扑香惨烈的《龙珠传奇》《青云志天机之白蛇传》，说3部自制剧，总之资源很虐。但剧拉胯归拉胯，很难说他们完全没有作用。青云志之前，童星出身的杨紫很长时间都无戏可拍，即便有戏也获益有限。山影和央视出品的《战长沙》当时口碑很好，放现在照样是妥妥的爆款。杨紫在里头挑战了从少女到少妇的胡湘湘，演技足够亮眼，却少有人关注到，甚至很多人是在相密之后才知道杨紫演了这部剧。大秧歌收视优秀，但农村戏题材根本没年轻人关注。欢乐颂里不讨喜的邱莹莹火是火了，杨紫也因为大家对角色的又爱又恨，被撕得蛮厉害。那段时间用杨紫自己的话说，是被动被选择的。她想演戏，想演偶像剧、仙侠剧、古装剧，她想红，而且从来不掩饰自己想红。她太知道红了才能有商业价值，有商业价值才有选本子的资格。而商业价值，或者说流量，是之前演的戏没办法给她的。站在岔路口的杨紫选择加入欢瑞，朝流量小花的方向发展。15年之前，欢瑞的《宫锁心玉》《古剑奇谭》等爆款古偶仙侠剧，打造出了顶流杨幂、李易峰，手上还握着《诛仙》《盗墓笔记》等大 IP 的版权。2025年恰逢花千骨大热，开启了仙侠网文改编的时代。对于以古偶仙侠见长的欢瑞来说，毫无疑问掌握了流量密码。欢瑞不能说没有诚意，给杨紫的第一块饼就是改编自《诛仙》的《青云志》，拉上当时炙手可热的赵丽颖、李易峰主演，让杨紫饰演白月光陆雪琪。虽然剧播后杨紫被嘲长得不好看，不符合冰山美人，但还是靠着演技收割了一些观众，同时让她敲开了仙侠的大门。天机之白蛇传说，你可以笑杨紫的白蛇没有妖气，没有灵气，但不能否认她的演技和爆发力。这场绿幕哭戏都不需要特效，光是对着空气撕心裂肺就能把人给看哭。很多网友刷到这段花絮后跑去追了剧。这些口碑算不上好的剧，没有让杨紫立马晋升流量，但让她走向了年轻观众，刷新了大家对她的小雪滤镜，证明了她演仙侠剧的可能性。一个不知道算是冷知识还是温知识的知识，香蜜的总导演和青云志是同一个。当初杨紫进欢瑞演仙侠，说她不爱惜羽毛的声音很多，而如果没有走这一步，就像杨紫自己所说，她或许已经消失在娱乐圈。迫于压力接下《沉香如屑》，或许也有还欢瑞人情的意思在，从此体面分手，各走各的道。3. 相密之后，亲爱的、热爱的让杨紫再火了一把，1月成为头部流量小花。流量这条路，杨紫是走通了的。她拍女心理师余生，请多指教，搭档的都是当红流量小生，一部播出的时候讨论度够大，另一部被压着没播，但期待值很高。这期间杨紫不是没尝试其他角色，烈火英雄她是防火监督员王璐，跟张家辉合作的电影《沉默的证人》里，她是实习法医乔琳。去年年底杀青的电影《猎毒》，她饰演卧底潜入贩毒集团的女缉毒警，播了的不说毫无水花，但反响都很一般。只能说时也运也，古偶仙侠跌下神坛，正剧当道，现在的小花小生都想搭上正午阳光的车，杨紫几年前就已经享受到了这种待遇。可惜的是，杨紫走青衣路子的时候，正剧没在年轻群体里成为主流。等她在流量里摸爬滚打，站上金字塔顶端，主流又是另一番景象。如今要想重回越发拥挤的正剧市场，不容易。从一条道走到另一条道，
牵扯的因素太多，公司的资源、过往作品累积的人脉、证据对流量演员的考量，从前所有力气都往流量上使，打响了这个招牌，找上门来的自然也都是流量作品。此时换道无异于另起一座高楼，这种事不是一朝一夕能成的。当年和杨紫一起拍了《青云志》，吃到流量红利的李易峰，早从《青云志2》后就一直在尝试转型。犯罪悬疑电影《心理罪》，年代剧隐秘而伟大，火箭军题材的号手就位。这么些年他拍的片子不算多，但角色类型都不重复，然而效果平平无奇。说他转型成功，不见得。也是巧了，杨紫深陷沉香如屑，李易峰出走半生，归来仍是仙侠，就是没想到这次仙侠失灵了。有粉丝说，杨紫手握战长沙，根本不存在转型，想演正剧转身就能演。这话多少有点理想化。杨紫能演，跟有没有好本子来找她演，真演了，看惯她演流量剧的观众能不能接受，是两码子事。作为一个从战长沙起就对杨紫有好感的普通观众，单纯觉得有点可惜。当初他踩准了仙侠流量的点，这回能赶上正剧的趟吗？